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烟火味厨房。紫菜蛋花汤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美食，其特点清淡不油腻，营养均衡。今天我就把最家常最好吃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准备适量的紫菜，我们把紫菜撕成小块一些，放在大一点的碗中。挑选紫菜，我们要挑选这种无沙紫菜，这种紫菜操作起来会更加的方便。很多朋友在做紫菜蛋花汤的过程中，第一步就做错了，直接把紫菜放在锅里面去煮，其实那样营养很容易流失，而且做出来的成品看起来也没有食欲。正确的方法是把紫菜提前撕成小块，然后加入20度左右的温水浸泡10分钟左右，千万不能加凉水或者是开水，因为温水可以有效的去除紫菜表面的海藻腥味。如果是加入开水，紫菜营养很容易流失，而且口感吃起来也不爽脆，这一步特别的关键。紫菜蛋花汤要好喝，配菜也非常的关键。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西红柿，对半切开，中间的硬心我们也要切下来。今天的西红柿不需要太多，小半个就可以，然后切成厚薄均匀的片，加入西红柿，提升了口感和风味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大一点的碗中。接下来准备一小段清洗干净的黄瓜，我们把黄瓜切成小长段。紫菜汤里面加入黄瓜，可以起到营养互补与叠加，而且色泽搭配也会更加的亮眼。把所有的黄瓜切成视频中这样的菱形块，我们尽可能的切薄一些，全部切好和西红柿放在一起备用。接着我们要来调个水淀粉，往碗中加入1大勺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加入没过淀粉的清水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很多朋友不知道水淀粉，水淀粉就是淀粉加水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，放在一旁沉淀着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根据家里人口的多少打入适量的鸡蛋，加入几滴白醋去除蛋腥味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鸡蛋富含丰富的蛋白质以及各种微量元素，是我们生活中蛋白质的主要来源。我们最好朝太阳下山的方向搅拌，这样才能够搅拌得更均匀。接下来准备一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菜，切成小长段。喜欢吃葱花的也可以切入一些葱花，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，淀粉已经完全的沉底了，我们把上面的水倒出来，只要下面沉淀好的淀粉，这个时候的水淀粉均匀其度，舀上1小勺放在鸡蛋液里面，这也是鸡蛋鲜香滑嫩的主要原因。不管是平常炒鸡蛋，也可以加入一些沉淀好的淀粉，因为这种沉淀好的淀粉没有什么水分，可以完全渗透在鸡蛋液里面，这样可以使鸡蛋更加鲜香滑嫩。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放在一旁备用。这个时候的紫菜也已经浸泡好了。紫菜营养丰富，泡花率也特别高，在我们这边也称之为最便宜的海鲜，用来炒鸡蛋或者是做蛋花汤都深受大家的喜欢。把紫菜充分的控干水分，放在西红柿和黄瓜一起。接下来往碗中加入大半勺的食盐，然后再加入胡椒粉，加入少量的松茸鲜，这里我们就不需要添加味精了。提前准备一锅开水，把鸡蛋液慢慢的倒在开水中，最好是呈线状倒入，这样做出来的蛋花会更加的漂亮。鸡蛋比较容易熟，大约煮10秒左右就可以。往碗中加入切好的葱花，把煮好的蛋花盛在碗中，一道营养又美味的紫菜蛋花汤就这样做好啦。
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西红柿里面的汁水能中和紫菜的海腥味，同时紫菜的鲜味与西红柿的果香味相互融合，让汤品的味道更有层次感。加入黄瓜和香菜可以使汤品的颜色更加丰富。最后加入少许的芝麻香油增加香味。看似非常普通的紫菜，其营养十分丰富，富含优质的蛋白质、膳食纤维以及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。加入鸡蛋和各种食材，不仅增加了营养，同时丰富了口感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的厨艺有那么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另外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